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还是有点发烧，有没有乖乖吃药？有姐姐喂我吃药。Tommy 乖，Tommy 只要听话，烧就很快好啦。妈咪，我要回家。等你的烧退了，我就带你回家。那你不要回家，留在这里陪我。好吧，那我就拍拍你睡觉。你骗人！你明天要去做工。Tommy， 如果妈咪不做工的话，妈咪会没有钱的。妈咪没有钱，Tommy 就没有糖果吃，没有巧克力吃，没有小狗抱，也没有录音机听的哦。好，那我要你现在唱歌给我听。现在不行，已经很晚了，不可以吵着别人睡觉。我不管，我要你现在唱歌给我听。Tommy， 哎，妈咪的肚子咕噜咕噜在唱歌。都是你啊！我赶着来看你，都没有吃到东西。婆婆有麻肉，你要不要喝？好啊，那 Tommy 一杯，妈咪一杯，喝完了你就乖乖睡觉。5号病床的。哦。包子可以给我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本来就是为你买的。谢谢。你来正好，多买了包子给你。刚才 Tommy 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伟大的妈妈。才不是呢，是真的赶时间，所以忘记买点吃的。那你拿去吃啊，二次胃病是不好玩的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。不要，这个就交给我吧，待会我帮你送进去。那麻烦你了。谢谢你的包子。那些包子是你的车水买的吗？下次请回你。哦。来。小心一点。谢谢。志刚。对不起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我没有认错，你就是志刚，陈志刚嘛。我很肯定我没有当医生的朋友。
你怎么这么说？你明明知道我是谁的。对不起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没有这样多时间跟你闲聊。赏我一口饭吃吧，戴医生。大客在等着我开车的。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打个电话给我，我们吃顿饭好吗？你好像跟我说过，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感到无能为力的，所以我只能跟你说，不要太难过。不是什么事都能够放得下的，尤其是当你亏欠别人的时候。这几年来，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。我不知道我能够帮到你什么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有双会聆听的耳朵。志刚本来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打球，还一起打架，感情比亲兄弟还好。可惜发生了一件事，把我们变成好像陌生人似的。喂，花生王子，迟到了还不跑？我还以为我迟了，原来你还比我更迟呢。我是故意的，我知道你会迟到，所以我来陪你嘛。相信你，我就是白痴。好了，快跑啊！想走，做梦啊！把他放了！你是谁？想多管闲事是不是？我是学长，我是绝不会让学校的同学受到欺负的。学长又讲很大，怕你咩？你再不放了他，我就去告诉新义主任。想干嘛？放开我！还给我！放开我！怎样？学长很大，叫校长来我都不怕。把东西还给我！把东西还给他。你说还就还了，这样我不是没面子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再让我看到你气愤，我就带你去见校长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谢谢。快走吧，我们要被罚了。对不起啊，他在害你被老师罚了。还不是因为你那么老实，被人家欺负也不说，还有事为什么跟人家打架？哎呀，没有关系啦，反正大家都是同校同学嘛，就当做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哦。有些人呢是不值得同情的。就是他们两个。跑啊！别动！不是我，是他们打我。什么话给警局再说。那后来，志刚怎么样了？他被判进入少年感化院，我继续升学，从诸暨学院到大学，之后出国。我回来之后就当了医生了。
其实我能够站在这里，都是因为他为我做出牺牲。我真的没法想象，那3年在港华院他是怎么过的。再艰难，他也算是熬过去了。3年的时间容易过去，可是一个进过港华院的人，怎么面对社会？怎么面对周围的人对他的巴眼和轻视呢？心灵的修复，其实是最艰难的。我欠他的实在太多了，尤其是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知道我一辈子也还不清这个人情债。你之前没有去找过他吗？当然有吧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开我，他出了港华院之后就搬家了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。真没想到，你竟然会在医院遇到他，而且还是微微的主治医生呢。可能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。我觉得他不认我是应该的，他应该很恨我才对，恨我不讲义气，恨我不去自首。我想他除了恨，心里一定有很多的自卑。自卑？看见自己的好朋友成为大医生，他心里会怎么想呢？如果现在你是德士世纪的话，或许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。在你的面前，他根本就抬不起头。抬不起头的应该是我，他的人格比我高尚了很多。要解开你们之间的心结，绝对不是1、2天的事。上天让你遇到了他，就是让你赎罪的机会啊！你不要泄气，给大家多一点时间。我始终相信诚意一定可以打动他的。你真的认为他会原谅我吗？会的，你看我的工作就知道啦。不是每一件事情试了一次就会成功的。我很努力，就算失败了也很努力。所以呢，你不可以放弃，要像我一样。你除了有一双会聆听的耳朵，你还有一张会说话的嘴巴。你在给我戴高帽子啊？不是，真的。跟你谈了之后，我心情开朗好多了。你知道吗？志刚这件事，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甚至 Joanne。那很正常啊。换成是我的话，我也不会说的。谢谢。谢谢你的阿茶，幸好有你啊，要不然今晚上就要摸黑点蜡烛了。哎呀，举手之劳，谢什么？啊，对了，这些鸡精和洋参是买给伟良的。哎呀，干嘛这样破费呢？哎，坐。啊，好。来，喝水吧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其实也没什么，我是看伟良就快去换肾，就让他吃一点补品，把身体补壮一点。怎么说都是一个大手术嘛。是啊，一想到要动这么大的手术，我就害怕。表姨没什么好怕的，你放心，到时我一定陪在你们身边。阿茶，你真是我们的贵人，对我们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才好。说到感激，应该我感激你啊。小时候我发高烧在家里又没有人，要不是你背我去看医生啊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命坐在这里跟你讲话。有吗？有这样的事吗？有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以前我还可以帮人，现在就要靠人家来帮我了。别说这些话，啊，对了，我已经联络上肾脏科的主治医生，他说随时可以给伟良换肾，所以我看伟良的医药费要尽快筹好了。有啊，我们一家人都在努力啊。你看伟良跟他爸爸都去工作了，现在才来工作筹钱，那不是要等很久？医院那边不能等啊。哦，不是，我只是担心伟良的情况，不晓得能不能够再拖。我当然也知道，越快换肾越好啦。啊，表姨啊，上回我跟你提过，可以先把屋子卖了来筹钱呢。不行啊，我跟你表姨这样提过了，我们都害怕以后没屋子住。不会的，你们可以住1房1厅啊。必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向政府申请，听说屋租很便宜的。哦，
不用了，这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卖掉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伟良的健康也很重要啊，我看还是先筹钱把病治好，到时候他读了书赚的钱，物质你怕买不回来吗？你说的也是有道理，可是我跟你表姨丈还是很担心。那倒是啦，毕竟卖物质不是小事。那你们好好考虑清楚吧，啊！阿茶，医院那边再帮我拖一拖。放心，我一定尽力帮忙。只不过，怎么了？我是在想，要是我们不能肯定什么时候过去的话，那机会得先让给别人了。好吧，我会尽量想办法的。那我先走了。阿茶，麻烦你了哈。自己人这么客气干嘛？物质的事你们再考虑清楚，必要的话可以先住我那边。谢谢你了。啊 ，Miss Liu 啊，来，先进来。来，坐。丁嫂啊，你们的房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没什么，不好意思啊，找你找得这么急，我只想知道上次拜托你的事怎么样了。你是说想申请到外国换肾的资助吗？是啊，先坐下来吧。怎么样，批了没有啊？对不起啊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福利团体能够接受这样的申请。为什么？移植肾脏有一定的危险，在还没有办法确定对方是不是能很好进行手术的情况下，是没有人敢贸然资助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在这边又不懂等到什么时候，难道要我们这边等死啊？丁嫂啊，你别太激动。既然筹不到医药费，为了安全，我还是赞成让伟良留下来的。留下来？你的意思是要把大好的机会让给别人？不是的，伟良还年轻，只要他好好的洗肾，一定还有机会换肾的。Miss Liu，真没有吃到肉是不懂得痛的。伟良不是你的孩子，你当然不会为了他天天要洗肾而感到难过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知道我们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，可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帮忙，我是不会让伟良再过这样的日子了。我一定要帮他换肾。这豆花水啊，又浓又不太甜，比我们家楼上那汤好喝很多了。油条太油腻了，别吃那么多啊，对身体不好的。喂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在想什么啊？都叫你别吃那么多了。没什么。叫你陪我吃一个早餐，也这么心不在焉呢，是不是在想工作上的事啊？你在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一个专业的辅导员是不会把工作带回家里来的。妈的，我又不是机器人，我是有感情的。你不只有感情，还感情泛滥呢。哦，妈的，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么没用的。你不是没有用，只是不听话。那我们不是有个规定吗？工作的时候呢，要全情投入；下了班之后呢，就要有自己的空间。只有这样，生活才会健康，工作才会愉快，才会长久，对不对？一个个都是明知故犯。你在说爸爸？除了你们两个，还有谁啊？你们一个两个只会为大众服务，你妈妈就不用管了。对不起啦，妈的，我会努力改变的。就只会说你做得到吗 ？Of course， 在工作上我辅导别人，在家里有你开导我跟提醒我啊。我在你心里真的这么重要啊？当然了，如果没有妈的在我身边的话，我就像是在风雨中失去方向的小船，不知道飘到哪去哦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，说到我快起鸡皮疙瘩了。哎，不是说去买报纸啊？干嘛这么久？顺便去买点菜啊。你买这么多干什么啊？你要吃10天8天的。卖菜的少说啊，今天的菜心很新鲜又便宜，多买一点。每次都是这样，耳朵这么轻，人家说几句好话，你就照单全收，来者不拒。
算了嘛的，吃多一点菜对身体好啊。好，那我天天炒菜心给你吃，看你怕不怕？那就不要炒太多喽。有的拿来煮汤，有的拿来煮面，不就可以了吗？你去哪？我拿去换啊。你爸爸是菜头，我可不是啊。卖菜嫂啊，你干嘛把这么多菜心卖给我老公啊？哎呀，大明星，这个菜呀是又美又便宜，很值得买的。是吗？那你倒不如整箩卖给他好了。嘿嘿，开玩笑你。我不是说笑的。那现在我不要这么多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大明星啊，这是你老公自愿买的，难道你想退回钱啊？我不管他是不是自愿的，总之我不要这么多。马德，钱都付了，算了吧。不行，这是原则，不要就是不要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样吧。大家都这么熟了，别闹得这样不开心吧。钱呢是没有得退的，你要嘛就选别的，这样还差不多。不好意思，安迪，我妈的就是这样。没事的，大家认识那么久了，还不知道她脾气吗？算了算了。哎，拿栗子吧，刚刚到的。是吗？中国的。拿香菇吧，今天香菇很美的。还有啊，螺丝要不要？不要了，给我一些茄子吧。茄子啊，没问题，来。伟良，安迪，这些东西要放哪里？放在里面好了。哦。为什么跑来这里工作？不用读书吗？我暂时不去了，等我换了肾之后，我就天天上学。你真的要去换肾？当然啦，我才不要一辈子洗肾呢，天天躺下来10个小时，我真的很怕嘞。哎 ，Miss Teo， 我以后要像其他的小孩子一样，打篮球、踢足球，做我喜欢做的事。伟良，哎呀 ，Miss Teo， 你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会好好照顾我的肾，不会让它再出问题了。就算要换肾，也要在家里休息啊，怎么跑出来工作呢？不工作哪有钱换肾？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差不多1个星期了。会不会很辛苦？哎呀 ，Miss Teo， 工作哪有不辛苦的？伟良啊，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啊。我现在都比你更紧张我自己。那就好。你什么时候去换肾啊？不知道，表哥说全都安排好了，只要一筹足医药费，我就可以走了。是吗？你表哥是做什么的？听妈妈说他是做生意的。你们跟他很熟吗？不是啊，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他。不过妈妈说表哥是一个好人，常常买补品给我吃的。你很相信他？当然啦，至少他不会像其他的亲戚，只会瞧不起我们。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换肾，到时候妈妈就不用做芋头糕借钱去看人家的脸色了。伟良，到车上拿一箱马铃薯下来。哎，还有红萝卜啊。哦。伟良，工作归工作，要照顾身子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南哥，你要什么？鸡拌咖啡。哦，这一碗。哦。我要云吞面，辣椒多多。南哥，你？奶茶。哦。对呀。
黄医生，你有空吗？有啊，什么事啊？我想跟你谈谈伟良的事。伟良怎么了？他很好，很积极，很努力的在工作。伟良在工作？他想筹钱去换肾。他真的要去啊？我昨天在互联网上查过，换肾手术最顶尖的5间医院里，丁嫂所说的5颗星医院并没有列在里面。任何手术都有它的危险性，但是如果换肾不是那间医院的专长的话，那风险就更大了。你叫我怎么跟他说？坦白告诉他们，以伟良现在的状况，根本不适合出国。再说手术之后的护理和照顾都很重要的。如果到时伟良的肾脏出状况，那就非常危险了。丁嫂现在一心一意，只想让伟良脱离洗肾的痛苦。我说什么，他也听不进去。我真的很担心他会被骗呢。被骗？换肾的事是谁安排的？伟良的表哥。自己人应该可以相信吧？会吗？失散10年的亲戚会这么热心？那不一定呢。就好像你们这些社工，还不是很热心吗？希望吧，希望一切顺顺利利。黄医生，黄医生，你快去看看，伟良出事了。丁嫂啊，伟良是不是没有好好的打针和洗肾啊？有啊，他有啊。有怎么会被送进来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前2天他从巴萨回来，就说肚子痛，我给他吃止痛药，谁知道今天早上起来就整个人痛到滚在地上。会不会是他太劳累了？都怪我不好，没有好好的照顾他。明知道他有病，还让他去巴萨做工。如果他有什么事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你放心吧，有王医生在里面，伟良不会有什么事的。起来吧。是很痛啊。不用担心，洗肾是不会痛的。不过以后呢，你要帮伟良安排好时间，1个星期要来这里3次，每一次洗肾的时间大概4、5个小时。Miss Teo 啊，能不能够再帮帮忙，让伟良留在家里洗肾？对不起啊，丁嫂，伟良的父母已经受到感染，不能再用装在肚子的管子洗肾了。妈，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小心一点，都是爸爸妈妈不好，没有好好的照顾你，都怪我，为什么让你去巴萨做工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丁嫂啊，你不要太责怪自己。以后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看着伟良啊。是啊，洗肾对一个患肾病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。虽然1个星期来几次，不过千万不可以再疏忽了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带他来的。嗯。Miss Teo 啊，Miss Teo 啊，伟良现在用这么大的机器洗肾，医药费一定很贵吧？嗯，每个月要3000块。啊，这么贵呀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多帮你申请几份医药援助金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伟良好好的洗肾。Miss Teo 啊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实在负担不来的。这是我的工作，我会尽力的。妈，
过去陪陪他吧，不要让他担心。妈，洗肾那么贵，我不要洗了。不要乱讲话，你不要命啊！不要了，1个星期要洗3次，你要我怎么做工？还做什么工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的休息。不是说好要赚钱给我换肾的吗？现在洗肾的费用这么高，再这样洗下去，我怕。不会的，不管怎么样，爸爸妈妈都会想办法，让你重新做一个健康的人。妈。你真的太急着脱手了。其实我们这间屋子可以买到更好的价钱。有时间当然可以慢慢的，可是伟良的病实在不能再拖了。房子这么快卖出去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。有一账，钱我帮你们拿出来了，这里5000块，你们算一算吧。阿茶，先给医院3000块够不够啊3000啊？我看还是全部给你吧。你把钱交给我干嘛？不是说要先付医院的定金吗？表姨丈，换肾的费用这么高，5000块怎么够还定金呢？我们只有这么多了。表姨啊，你别傻，定金我已经帮你们先付了，把钱收起来吧。先付了？对啊，换肾的人这么多，我不想别人抢先一步，已经帮你们先把钱垫出来了。阿茶，你对我们实在太好了。表姨，你说这些干嘛？大家都是自己人呢，我也想伟良的病赶快好起来。这样吧，这些钱先还给你，等我们拿到卖屋子的钱之后，再一次过还钱给你。不必了，伟良洗肾，你们搬家都要钱用，这些钱你们留着自己用吧。可是不要可是了，伟良身体这么弱，有钱的话多买一些补品给他补补身子。要换肾的话，一定得先养好身子。我约了人，不跟你们多谈，我先走了。你忙去做你的事吧。放心，我有空会去看伟良。先走了。为什么这么久？唉，演戏要演全套啊，2个老家伙婆婆妈妈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钱呢？给回他啦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钱都到手了，你还退回去？你刚认识我，5000块，你认为我会满足吗？这条鱼够肥，我先放点鱼饵，改天吃的时候就比较有肉。小心鱼腹太大，梗死你了！哇，你这么毒，梗死了我谁带你去艾比啊？开车啦！三里，吃饼干吗？啊，不用，谢谢。秀月，不了，谢谢。你们看，一定是小光啊。就是咯，吃药是这样，吃东西也是这样，不是打翻了，就是吐在我们身上。你知道吗？我做了那么久的护士啊，从来没有看过像他那么倔强的孩子。哎，我发现小光啊越来越自闭哎，平时啊都爱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跟别人说话。哎，Celia，得了自闭症会有什么特征啊？避开与人接触目光，然后不合群，以自我为中心哦。哎，你不是读护理学的吗？干嘛还问我？我也学过，不过全还给老师了。真想不透，你怎么考进来的？哇，靠点美色哦。真受不了你啊！哎，小光常不吃东西，
我看还是叫黄医生给他吊点滴，或是进一点葡萄糖水、营养素。找黄医生，我马上去。等一下，干嘛？小光会闹情绪，有可能是因为自卑、寂寞，也或许是他想得到别人的关怀和注意。对，秀叶说的很对。谁说我没哄他？我哄到口水都快干了。会不会是你用的方法不对呀？怎么会呢？秀叶说的没错啊。Sister， 照顾病人是要用对方法，不过小光的确是不容易照顾。秀叶，你说的对，关心一个病人，不只要照顾他身体的病，也要关心他的心病。Sister， 说是很容易，我们几个人都试过了，根本没有人可以哄得到小光。秀叶，不如你去试试看吧。我？刚才说我方法不对，你应该很有办法吧？好，我去看看他。小光是不是肚子饿啦？连看书的力气都没有啦。吃点东西吧。我不要吃，这里的东西都不好吃。我要吃蛋糕，我要吃巧克力，你们会给我吃吗？好，小光想吃什么，姐姐都会给你吃。你骗人！你们老是说什么都可以让我做，什么都可以让我吃，可是你们骗我吃了药以后，就什么都不给我了。小光，大家不随便给你吃东西，是因为你有病啊。等你的病好了，就什么都可以吃啦。你说谎，我的病是不会好的，永远也不会好的。小光，不要这样。你不要管我，爸爸妈妈不来陪我了，他们不爱我了，我不要吃，我不要。小光，不要这样，来，你听姐姐说，起来啊。爸爸妈妈如果不爱你，就不会送你来医院了。那他们现在在上班，等他们下了班之后就来看你啦。那，你回答姐姐，爸爸妈妈是不是每天赶来看你呢？那小光是不是要吃得饱饱，让爸爸妈妈看到你开开心心、不发脾气的样子呢？小光要笑得好看，就要吃点东西，肚子饿了，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可是这些东西真的不好吃。怎么会呢？小光要不要看看姐姐带了什么给你吃啊？哇，是蛋糕啊！试试看啊。可是吃蛋糕 ，Sister 会骂的。你不用担心，这是无糖蛋糕，连糖尿病的人都可以吃的哦。真的？来，不好吃啊？真的好吃。那你吃多一点啊。原来啊，她笑起来的时候那么漂亮。笑啊你！Sister，还不去做工？是。哦。小光慢慢吃，不要吃得那么快啊。秀叶，这么巧啊！回家啊？顺路，我送你啊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回家？这么巧啊？顺路，我送你啊。哎呀！喂，你干嘛？载不到辣椒冰，载我也一样吗？我跟你又不顺路。你跟他也不顺路啊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对他有意思。你呀，越来越不像护士了。我不像护士，像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会让男人心动的超级美女？哎，改天买一面镜子啊，给你照一照好不好？喂，你很讨厌嘞，这样讲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真的对他有意思，应该赶快展开行动。可是我又不知道他对我的印象怎么样。
哎呦，印象是靠自己制造出来的。看你的样子，就知道你没有追过女孩子。你的老土很落后哎，让我来教你几招吧，保证你呢很快就可以抱个冰雕美女回家。哎，你不要那么说他，他其实很有感情的。我知道是小光的事情，你到底要不要学艺的？话这么多。哎，你快教我快点。第一招叫做投其所好，不用我说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可是秀月喜欢些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平时那么注意她，没有理由不知道啊。啊，我想到了。哈，是什么？哎，讲嘞，哎，去哪里？哎，喂！才教他一招，这么快就背叛师门了。师傅，那，请上车。老妈，我帮你。哇，怎么这么好心？想干什么呀？没有啦，老妈，上次我的同事带他弟弟来看病，那个癫痫症的药方，老爸开了没有？哦，原来你来帮我是想拿药方啊？真的要帮你的。你老爸又不是老虎，你要药方自己去拿喽。老妈，我很忙的，我还要煮饭，哎呀，自己去拿了哈。老妈，怎么样？开什么药方啊？老爸，我同事弟弟的药方不知道。有人终于相信我的药方有效了啊！你不是叫人家去验血？我又没有说我不相信。谅你也不敢不相信。我们中医学是博大精深，从夏商周到现在，一直都发挥着这个救世的作用。哪里像西医，整天切到连命都没有。哎，洪师傅啊，你不但医术好，而且很有墨水呀！哎，你看，古尼贝啊，都相信我们中医啊。他是来拿纸皮的。哎，古尼贝，还有一些纸皮，你尽量拿，尽量拿。我会的。我不是要你奉承我主要要你明白，中医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。神农氏百药，李时珍写《本草纲目》，华佗主外科，这一切的成就，一直到现在还发挥着作用。我知道。那药方可以给我了吗？救人脱离病痛，乃医者之德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真的啊？这贴药要达到最高的疗效，最好能够跟药引一起煮。药引？什么药引？你听清楚哦。小狗一只，最好出世不超过7天。小狗，那么残忍啊！这是古方，还要配上生姜、黄酒、猪小肚一起煮。古方也不可以那么惨无人道吗？残害小动物，不可以就不要。我是看在你同事弟弟的份上，才特别开给他的。你都不领情，那就算了啦。还说医者仁心呢，残害小动物，就天地能容吗？你这样顶撞你老爸，天地才不能容啊！洪师傅啊，你的医术那么好，你有没有那种骨头很脆又很容易断的那种药方啊？有，当然有。尼贝啊，人老了，骨头当然会脆。我介绍你吃一些钙片，对防止骨头老化很有效的哦。哎呀，古尼贝，不要听信他的鬼话，吃什么红毛鬼的钙片？我说啊，多吃一些江鱼仔，用猪骨头熬汤，既经济又实惠。谢谢你啊，洪师傅。狗不能吃，猪你没有话说吧？平静的天空，像美丽的图画。我睁大眼睛去寻找一颗心。动人的旋律，无界限的空间，宇宙中最亮的就是那颗守护星。有一天，你对我说。
的梦会成真。请不要再犹豫，这个天空属于你，明天曙光依旧会来。有一天，我对你说，你是我的守护星。未来的日子不必害怕，你将真心给我，我会用心来回。新传媒电视第8播的。